2026年你的投资方向应该要怎么样转弯呢？到底2026年的交易热区在哪里？今天带你快来看。嗨，大家好，我是志玉，今天来跟大家聊聊2026年传统的农历年是马年，你应该要怎么样调整你的投资策略呢？今天就好好跟大家来聊聊2026年你应该要看什么？看科技的话，你应该要看什么样的科技？然后2026年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大消息震撼投资圈、科技圈？今天一并带您来看哦。好，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到了，当然现在时序呢还在2025年的年末嘛，对吧？12月了，那这个即将呢要来到这个1月份。好，那这个时机点呢，到底你的投资策略要动吗？你看到很多华尔街哦，他们通常在这个时候，他们要去过这个外国人的一个这个新年嘛，他们的圣诞节，所以呢，这个时候通常他们会做一些这个避险，做一些对冲。如果他手上有非常多的一些，比如说科技股呢，那他会做一些对冲，这个持盈保泰，对不对？我要稍微的这个多空平衡一下。但是呢，今年华尔街的一些这个投资策略大师告诉大家，不要浪费钱。你此时此刻你还在做对冲，还在做避险的话，你就是把钱丢到水沟里，不要做。因为呢，他说从过去的例子来看哦，这个在这个岁末年中，然后过渡到这个1月份、2月份的时候，这个美股都依旧强的不得了，特别是科技股。好，我们来看他说今年也会是一样。好，那他讲的，你知道，我们听这个策略大师，有的时候他是说一说，但他自己有这么做吗？那未必。但是我们来看今年，真的大家都这么做。我们来看一些衍生性的商品哦，这些衍生性商品，比如说这个买权，大家都知道。有非常多的一些这个基金经理人啊，这个国外的一些大投行，他们现在几乎呢都还是重压在科技股当中。但当然，大家就会担心说，其实科技股你今年以来已经涨非常多，特别是那7大巨头，但他们依旧重压。好，那重压呢？他们说不要避险，不要对冲嘛，对吧？我们来看他怎么做的哦。你就赫然发现这些衍生性商品，他们的买权的一个这个未平仓。真的都还在高位甚至来到2023年以来啊，这个未平仓的一个水位非常高的时候，他们真的说到做到，真的没有在避险真的就是一路看好啊，然后一路看到2026年去，依旧看涨。只是呢，现在还是有一些这个乌鸦，他们说，你们这样全面看好有点危险。他们认为可能到了2026年，在前几个月的时候，当然长线依旧看好科技股的表现，但他们可能觉得2026年的前几个月可能会有一个震荡，所以他们觉得可能 S&P 500指数可能 maybe 再回到6500，但是这样的乌鸦非常少，大部分的华尔街的一些这个投资人呢，他们还是依旧看好这些科技股的一个表现。他们觉得 AI 才没有泡沫呢，会持续往上涨，这是一个新的工业周期的一个开端，才刚刚开始而已。如果现在就在那个想说会泡沫的话，他认为你会错过很大一段的余度很大一段的一个获利，你可能通通放掉它了。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你光从一些这些衍生性的一些商品来看的话，真的现在整个华尔街还是一面倒的，完全看好科技股的表现，特别是 AI 相关的7大巨头。好，那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近期以来看到他们一路看好的，认为一直会延续到2026年，甚至会到2027年的一个非常主流的一个投资的一个主旋律，叫做记忆体。好，那这个记忆体呢，最近有一些大消息，比如说像 SK 海力士呢，是因为搭上了 AI 的浪潮，看到了这个HBM 呢，这个高频宽的记忆体，那当然让它这个赚得非常非常这个盆满钵满嘛。但是你知道这些韩国的一些这个股票他们都有一个所谓的叫做韩国的一个这个价差，那个叫做韩国的折价，什么意思明明呢 SK 海力士，你看它也有 HBM 做这个高频宽的一个这个记忆体，然后它的同业呢像是美光，然后它的同业呢也有做的像是台积电他们都算是同业，外国人看他们觉得他们同业。好，但是呢这些台积电、美光他们给的一个这个估值，它的一个这个本益比愿意给很高，然后但是呢对于这个韩国的 SK 海力士呢就给的比较低他们称作这叫韩国折价。SK 海力士就很不服气他觉得
那我也要去美国挂牌。所以呢，你看到他哦进来，他们就认真思考，他要去让他的一个这个企业的一个价值被提升。他说，你看那个TSMC 啊，台积电，它就有在美国挂 ADR，然后呢，你看美光就是直接挂在美股嘛，那我也可以去啊。SK 海力士现在认真思考说，他也要把他的库藏股拿出来到美国去挂一个这个存托凭证。他说我也要去挂在美国。他说好处是什么？一来呢，大家对他的能见度高，然后再来呢，他给他的一个估值会高一些。那同时间呢，他说那有一些这个投资人，他就是只会投资美股，美股的 ETF， 或者是只买美股的一些投资的一些大基金。他说这样大家会看到他会给他多一点的估值哦。这个是 SK 海力士。那其实这也是记忆体很重要的一个大厂。那刚提到记忆体为什么还是2026年乃至于到2027年的主旋律呢？那就是因为记忆体的一个涨价供不应求的状况还在持续当中。光是最近这3个月来，你去看那个 DRAM 的报价，它的一个这个价格呢就已经连番上涨，大概是3到4倍。然后呢，看到了这个 NAND Flash 啊，就是 NAND Flash 这个快闪记忆体，它大概也涨了2倍多。那甚至呢，亦或是 DDR 它的一个报价呢，甚至在这个一季当中又翻了这个3成多。所以你看到那个趋势还在。那现在很多的一些投行评估，这样的一个趋势到2026年都会持续，甚至于可能缺货会缺到2027。所以呢，这个一整年记忆体很可能都还是投资的一个热区。好，那当然呢，这个德银就特别整理了归纳了2026年一些科技发展当中很重要的一些应该是交易热区那大家就认真听一下好不好？哪边是交易热区？好，他列出了6大核心的交易热区，他觉得大家不要错过这些地方。首先就是记忆体，你看记忆体现在感觉大家有志一同。好，那除了记忆体之外呢，他特别还提到是先进封装、先进封测。AI， 你看到他在2026年列出来的一些交易热区，其实离不了 AI， 都是 AI 这个记忆体也是 AI 的一个需求拉动的。然后看到了先进封装、先进封测，那也是记忆体。然后另外还有这个 AI， 它要持续的做它基础建设的一个扩充，所以呢 AI 相关的一些这个零组件呢，当然也都是供不应求，这个也不要错过。另外还包括了就是要做那种大型的伺服器、资料中心，所以呢整个电力电源的一个结构呢会重新做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这个升级。所以他说这个800V 的一个这个电源架构的一个更新跟改革，这一块电源这一块呢，也应该会是交易的热区。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边缘 AI，这个当然以后未来我们的终端 ，maybe 你的手机当中就会是一个 AI 手机，这种边缘 AI 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商品，也会是大家交易的热区。2026年这个也千万不要错过了好，那当然呢，你说啊，这个 AI 都是主旋律，但是你就一直有耳语跟你讲说那个 AI 要泡沫了，那个 AI 很可怕。真的是这样吗？但目前为止还不担心，因为呢，这个本来在明年第一季不降息，好像就在大家预期之中。但是明年还有一件大事，那就是我们来看 SpaceX 即将要 IPO， 会在2026年的中后期，你会看到马斯克意气风发，他这个世界首富可能会做得非常稳，因为他的 SpaceX 要 IPO， 估值高达1.5兆美元。怎么会有人这么多钱？他的钱不知道怎么花，我们可以帮他花吗？好，我们来看他这么有钱，他将会成为史上最大的一个 IPO 的一个案子那 SpaceX 呢？他要这个上市了之后，甚至呢有人说很可能它会再带动一些这种超级独角兽的一个这个超级 IPO 的一个热潮。好，那为什么讲它可能会变成史上最大的一个 IPO？ 除了那1.5兆美元的估值之外，它在 SpaceX 上市的时候还有一些公开事股。那我们来帮它计算，如果它公开的卖这个把5个百分点的一个股份释放到这个市场当中呢，它可以回收募资的一个资金高达400亿美元。好，这是什么概念？目前为止最大的 IPO 案是沙特阿美。沙特阿美在2019年的时候呢，它募资了290亿美元。
你看这马斯克多厉害，轻松越过5%就拿到了400亿美元。如果你估值给他更高一点，现在另外一个计算方法是700亿美元，人家来钱好快啊，对不对？马斯克赚钱跟呼吸般自然。好，那无论如何，你就看到了这个可能在明年2026年，我们会看到 SpaceX 这个超级独角兽。然后呢，这个 SpaceX 呢，他还特别提到了，他说未来啊。SpaceX 呢，它可以搭上 AI， 它可以在太空当中要盖数据中心哦。然后你说太空当中盖数据中心，他说很合理哦。有个这个分析师他这样讲啊，他说我们去想，你现在盖这个资料中心啊，你几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对不对哈？一个呢就是电的问题。对吧？一个呢是散热的问题，然后一个呢就是传输速度的问题。他说你到太空当中迎刃而解，从从容容。好，怎么说呢？他就讲了，他说这个你到太空当中的话呢，你就很简单，你没有电的问题，因为呢太空当中的太阳光就免费，对吧？我就跟太阳地转这个自转公转一样，我就去跟着太阳转，我用这个卫星打上去，然后呢我就跟着它转，我就一直这个跟着太阳光，然后呢在太空当中呢，这个太阳光它的一个这个效率呢，还比在地球上呢高30%，所以呢，如果我有源源不绝的太阳光，我就是一直跟着这个荧光面就好了，那向日葵跟着它就好了，我就一直有电，一直有电，一直有电。然后还有一个好处是，因为我一直有太阳光，我一直有太阳能，我不用电池的。我们为什么要有电池？因为我们有这个日升日落嘛，对吧？我们白天出来的时候有太阳能的时候，我发电哈，发电之后我要为晚上做因应，所以我要有电池，储能电池把它留下来，然后我到没有太阳能没办法发电的时候拿来用。但你在太空当中没这个问题，我不用电池因为我就向日葵，我就一直跟着它转，我就一直有电，我只要转换就好了，这么简单，不用电池，我省一笔。然后呢，他讲说那散热呢？太空当中很冷啊，对吧？你看太空能包那么紧，对吧？他就说我就是不要在荧光面，我不要当向日葵，我当一个背光面，那你就是一个0度左右，这散热很简单啊，什么水冷一冷不用麻烦，我就是不要看到这个太阳光。我就0度左右，我就好凉，对不对？我就散热听起来好像蛮合理。另外，他说传输速度他说呢，在真空当中的传输速度最快，好像是所以呢，他说你到了太空当中去设一个数据中心，完美的地点。Perfect， 好，那当然听起来好像很合理，但办不办得到那另当别论啦。不过 maybe 啊，这个马斯克就是什么都办得到嘛，对吧？毕竟他外星人。好了，那所以呢，这是马斯克这个 SpaceX， 我们就来看看这个他明年 IPO 之后会创下什么样的荣景。那马斯克最近有一个大预言也是挺有意思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我们接下来你会看到 AI 落地，然后你会看到手机 App 走入历史。他说呢，你手中呢，你那个手机。就不像现在里头你要装很多的一些 app， 对不对？比如说我要这个行事历，我要点进一个行事历的 app 当中，我要玩这个宝可梦，我要点入宝可梦的，我要看天气，我要点天气的，我要买东西，我要点淘宝的，各种不需要。他说呢，你的手机呢就是简单一个荧幕，然后就声音功能、语音功能就好，因为呢有 AI， 所以你什么 app 你都不用下载，你就只要有一个荧幕，然后有一个语音，你就跟他讲话就行。你就跟他说请帮我查今明2天这个台湾台北市的一个天气，对不对？你根本不用 app 就自己帮你连接到对的地方帮你找出来。所以呢，他就说以后什么 app 啊，然后什么手机各种功能，通通不需要了，我们会进入一个完全 AI 的世界了听起来是挺有意思的，对不对？反正蛮期待那一天的到来好，但是呢，你说完全要往那样的一个方向迈进，其实到现在来讲，应该还有蛮长一段路。因为我们来看最近一个例子，就是大家知道豆包手机吗？这个字节跳动啊，它跟中兴通讯他们合作的一个这个完全
AI 的手机，在这个中国这个市场上一问世之后啊，那当然是大家觉得哇，眼睛为之一亮。但随即问世没几天，你就赫然发现它的问题出现了，它的一个 AI 功能太强大，以至于跟现在有非常多本来的一些手机的底层逻辑打架了，然后他们变成了一个抢夺这个控制权的一个系统性控制权的一个正面冲突了。你说手机的助手很强大，怎么会不能用呢？你看到这只豆包手机啊，它在这个中国发生的状况是，它没几天，这个要进淘宝就不让你登录了，然后它要进他们中国的一些这个金融机构，比如说银行的一些 app， 它不让你进去了。然后呢，你要玩这个，甚至你要玩游戏，玩王者荣耀，它也不让你进了。然后微信它也不让你进了。那有人会这样解读说，那因为它这个太强大，所以呢，这些中国既得利益者啊，像是阿里巴巴系啊，像是腾讯啊这些，然后我们就故意的孤立它。其实不是的，而是呢，这个底层逻辑完全不同。你看我们现在用这个 app， 特别是跟你的钱有关的一些 app， 它会用一个完全不信任、零信任这样的一个安全的模式。也就是说呢，我先假设你是坏人，然后你要登入我的手机的一个这个银行的一个 app 的时候，我会要你确认再确认，对吧？我会告诉你说你要给我输入你的账号密码，然后呢，你要给我你的这个生物的一个辨识，比如说你要面部辨识，你要眼睛瞳孔，你要指纹，对不对？因为这叫零信任，我哪知道你是真的假的？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骇客？我怎么让你随便登入呢？我怎么让你随便转账呢？不行的。所以呢，这是一个安全的一个措施。那每一个 app 有自己不一样的安全措施。好，但是呢，这只手机哇，它现在来了，它是一个全能的手机。它这个 AI 的一个这个智能助手呢，它就是要去统合你的手机。我们刚刚所说嘛，马斯克他的想象就是这个样子。他说呢，我就是 AI 助手，我帮你统合你所有的 app， 所有的功能，然后我要整合出来给我的主人一个方便。好，那于是呢，这个 AI 助手就来了。他要去统合这些所有的 app， 他要去掌控所有 app 的主导权，他要去不能讲侵入，他要登入你的银行账户的 app， 他要登入你的淘宝或者是购物的一些 app， 他要登入你的游戏账户的，这些都牵扯到钱的问题。于是呢，他们就底层逻辑不行啊，我零信任你，而且你今天来登入我，你是一个 AI 耶，所以呢，在系统的认知当中会觉得你是一个机器人，你好像不是本来的那个人的使用者，所以呢，他开始打架了。所以呢，人家才会形容说那叫系统性的一个这个掌控权的一个争夺战了哦。所以呢，现在当然豆包手机它去做了一些调整，那有一些这样的一个 app， 它就是让它你也必须要双重认证嘛，或者是你要怎么样的授权才可以让它继续使用。但是其实你见微知著，你就看到这样的一个状况，可能在未来我们的一个科技发展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在2026年就会有非常多的讨论，从豆包手机开始往外延伸到马斯克那个所谓的未来我们不会有任何的 app， 你就是一只手机，它就是一个荧幕跟语音这样子，然后它就成为你的 AI 的一个最终端的一个使用的一个装置了哦。过程当中会有非常多的碰撞，豆包手机只是刚开始，但最终我相信我们会找到一个平衡点哦。怎么样让我们的生活可以更加便利？怎么样可以让这些 AI 的助手真正能够帮到我们？但同时间我们要确保它是安全的，不然的话，随便来一个骇客，他假装我是你的 AI 助手，然后把你的账户钱转光了，然后你还傻傻的说AI 帮助我，是呆瓜吗？所以呢，到底怎么样可以让这个 AI 又帮助我们，然后你同样你的一个隐私、你的安全性能够兼顾，这应该是未来 AI 落地过程当中，我们在2026年应该会讨论很多。那当然讲到这里呢，大家就大概有逻辑，2026年你的投资方向、话题在哪里，商机就在哪里，钱就在哪里。要怎么投资呢？希望大家心里慢慢有底咯。当然我们每周影片呢还会持续跟大家分享的哦。好，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我们下回见，拜拜。